从远处看，你会以为这只是矗立在山林间一座比较高耸的巨岩而已。但我们换个角度看哦，哇，这上面好像别有洞天，乍看有点像梯田一样高高低低的错落有致。不过这里啊，过去还有豪华宫殿呢。但这么高，建材是怎么运上去的呢？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。还要告诉你啊，这座天空之城还牵扯到一段残忍谋害父亲、抢夺王位的故事。继续讲之前，要请大家先按赞、按订阅，还有点一下那个叮叮当哦。先说一下，这里啊是在斯里兰卡中部的席吉里耶，也被称为狮子岩。你看这个楼梯入口处，不就有巨大的狮爪吗？既然有狮爪，那你可能会想问说，那狮子头嘞？狮子头去哪里了？还有刚刚说的豪华宫殿又在哪里呢？对，我也很想知道狮子头还有宫殿跑去哪里了。但因为经过了上千年的风化，还有战争人为破坏的缘故，很可惜啊，在这里已经看不到豪华宫殿跟狮子头了。现在呢，只能够透过网络上流传的模拟图，让大家批判几类过去的可能模样了。不过呢，可以简单区分为2种版本哦。第一个就是狮子头长在高处，在高点傲视睥睨着远方，威风凛凛，好像是在跟敌人呛虾，不要靠近这座宫殿堡垒，感觉有一种强烈的震慑威力。第二种呢，狮头是在下面了，也就是狮头紧接在粗壮的狮爪上，狮嘴可能就是阶梯的入口。只是如果这个狮头是在狮爪这个地方，那么威吓的程度好像又不太一样了。但不管是哪一种版本，都是在最顶端建立了国王的豪华皇宫、议事殿堂，还有蓄水池。说到这个蓄水池呢，很厉害，它所储存的雨水量是足够支撑皇宫1整年的用水呢。但你应该会想问，为什么没事要挑在那么高的地方盖宫殿呢？这就扯到了开头讲的弑父篡位的故事了。时间推回到西元5世纪，这里是阿鲁纳德普勒王国的摩里耶王朝。那时候在位的国王达图塞纳，他有2个儿子，老大是迦叶坡，二儿子是莫加兰。但长子迦叶坡的生母只是一般平民，所以王位没有要传给老大，而是要传给王妃所生的老二。二儿子才是王位的继承人。既然国王达图塞纳要培植二儿子莫加兰接班，大儿子迦叶坡心里就不是很好受了。再加上有一个人在旁边乱嚼舌根，这种啊，我们看宫斗剧都会有这个很爱挑拨离间的角色，大家应该不陌生啦哈。剧情呢，于是就超展开了。这个在旁边一直煽风点火的，就是国王达图塞纳的妹妹瓦努尼的儿子米加拉，他也是陆军的首领。而米加拉娶的就是国王舅舅达图塞纳的女儿。有一次，米加拉与妻子2人发生争执冲突，米加拉居然还用鞭子鞭打老婆。国王得知后非常生气，气到把米加拉的妈妈给下令处死了。国王这样做当然就惹毛了米加拉，于是米加拉为了要替母亲报仇，就去鼓吹怂恿迦叶坡推翻他的国王父亲达图塞纳。就这样，一个想要复仇的搭上一个被冷落、心理不平衡的，2个人一拍即合，就开始密谋着他们的计划。那既然要搞政变，时机点就很重要了。迦叶坡就趁着他的弟弟莫加兰出去打猎的时候，迦叶坡赶紧下令米加拉派属下去把国王达图塞纳抓起来监禁。于是迦叶坡就靠着米加拉的军队作为后盾，终于推翻了老爸，正式篡位，成为新一任的国王。至于他的弟弟莫加兰，在得知政变的消息之后，很担心哥哥迦叶坡会来追杀他，莫加兰就带领自己的人马逃亡到印度南部去了。但这时被关起来的老国王却面临了残忍的非人哉对待。那时候米加拉还不断灌输迦叶坡说老国王偷藏了很多财富，于是迦叶坡就向国王父亲索讨这些宝藏。没想到老国王只回答，他当年所建造的卡拉维瓦水库就是他唯一的宝藏啦。哇，听到这段话让迦叶坡气到一个不行，于是下令处死老国王父亲。但是这方式非常吓人，根据记载是把老国王嵌入墙壁，然后用粘土抹平活埋。迦叶坡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真的太令人发指了，因此呢，当地人民从此对迦叶坡感到非常愤恨。此后迦叶坡就被人们称为 Pithilu Kataka Kashyapa，
当地话的意思是杀死父亲的迦叶坡。迦叶坡弑父篡位之后，也担心弟弟会回来上演王子复仇记，所以迦叶坡就迁都搬到了西吉里耶这个地方，并且在茂密的丛林里相中了这个高耸的大石，迦叶坡就在顶部建造新的宫殿。但为何选这里呢？第一，你看这地方居高临下，可以随时监控地面的动态。如果有敌人进犯，上面很容易掌握得到风吹草动。第二，皇宫盖在岩石的顶部，增加了敌人进攻的困难度。就连现在游客要上去，走的就是这个贴在壁岩边很狭窄的阶梯。何况在过去阶梯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敌人要往上进攻其实很难啊。第三，迦叶坡为了防止弟弟反攻，还在狮子岩底层平原四周围开凿了护城河，多增加一道军事防御，阻挡敌军来犯。一开始，新国王迦叶坡也就在新宫殿过着惬意的生活，但是就在18年过后，他的弟弟莫加兰率领一批军队攻回斯里兰卡，而且上岸之后，有许多当地人都自愿加入到莫加兰的队伍里。而迦叶坡也不是一个胆小鬼，他不顾众人的反对，坚持要离开狮子岩宫殿，亲自下到平原去迎战他的弟弟。只是当他来到一片沼泽地时，迦叶坡下令大象掉头，想改走别的路线。但这时当初帮助他的军队首领米迦拉早就有意叛变了。米迦拉竟然趁机下令大军撤退，让大家以为迦叶坡真的不打了，要回去了。结果大伙就撤了，留下了国王迦叶坡去对抗莫加兰。迦叶坡知道自己不可能胜出，但又不愿意投降臣服于弟弟，最后迦叶坡就用自己的剑自刎，结束了生命。上演王子复仇记的莫加兰在夺回王位后便迁回故都，至于这一座狮子岩宫殿则成为了佛教寺院，不过后来遭到了废弃，一直到19世纪才被一位英国猎人在丛林中发现了狮子岩的存在，也才发现这一座天空之城。但是在1500年前，他们到底是如何把建材搬到顶部去盖宫殿的呢？一些阶梯是后人加盖的，如果那时候没有这些阶梯，到底他们是怎么搬运材料的呢？狮爪旁边的岩石上有着2排一路往上的奇怪痕迹，这是什么？会不会是协助他们攀爬用的呢？旁边右上方还有一个洞，这看起来是深入挖凿出来的，会是用来帮助搬运固定用的吗？还是说就像是模拟图这样，他们用的其实是升降机呢？因为相传那时斯里兰卡已有高水准的木工技术，他们可能就在狮子岩一侧这个看似有个底盘的地方，就在上方的垂直凹槽建置了木质升降机。据说就是靠这个升降机让宫殿堡垒的日常得以运行。而后人也在狮子岩发现的这个东西，被认为可能是迦叶坡用来安抚父亲的灵魂用的。那就是狮子岩的岩壁上还有婀娜多姿的仕女壁画，数量多达500多幅，而且下方的岩壁还有一道所谓的镜墙。这个墙壁经过涂上灰泥，再精细打磨抛光，变得光滑如镜，所以还可以映照出上方的仕女图。有一个说法就是，这些美女图就是迦叶坡用来献给他所杀死的老国王父亲达图塞纳的，想让他的灵魂安息。但也有一派认为，这些仕女图应该只是迦叶坡自己的后宫妃嫔啦。总之，这座令人赞叹的狮子岩建筑被视为也是世界第8大奇景，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还有人说，如果没有走访狮子岩，等于没有来过斯里兰卡呢。很难想象这个天空之城的背后竟然掺杂着骨肉夺权、弑亲谋害的残忍故事吧。今天就说到这了，也欢迎大家分享出去，并且帮我们按个赞、按订阅、开启叮叮当。下次见了，拜拜。